很多人以为电子音乐之所以能变成今天这样，因为 Tomorrowland， 因为 Ultra、EDC， 但其实真正改变电子音乐历史的是一场发生在德国街头的游行，没有门票，没有主舞台，没有 VIP， 却让全世界看见电子音乐可以把上百万人聚集在一起，它叫做 The Play。1989年，柏林围墙倒下，东德与西德结束了近30年的分裂，整座的城市开始重新的呼吸。但就在大家关注政治的同时，柏林的另一个角落正在悄悄的改变了世界。那时候的柏林有很多的废弃工厂、仓库、地下空间，这些地方没有人使用，却成了一群年轻人的聚集地。没有大型的音乐节，没有豪华的灯光，也没有很亮的 LED 萤幕，只有唱盘、几颗喇叭，还有一群希望用音乐表达自由的人。就在这些地下的空间里面， Techno、House、AC 开始快速的发展。DJ 放的不只是音乐，更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但那个年代，电子音乐根本不是主流，很多人认为那只是地下文化，甚至有人会觉得说这根本不能算真正的音乐。没想到几年后，它会影响全世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德国的 DJ Dr. Mom 想到一件事情，如果电子音乐不要只是留在地下文化，而是走上街头，会是怎么样呢？1989年第一届的 The Play 正式开始，没有大型的舞台，只有货车， DJ 在车上放歌，后面跟着150个人一路跳舞，一路游行。它不是抗议，也不是商业活动。Dr. Mom 说 The Play 是一场用音乐传递和平、爱与团结的示威，而真正的口号其实是 Peace, Joy, Love。 没有人知道这小小的游行会改变电子音乐。第二年人开始变多了，渐渐从1万人、5万人、10万人到50万人，再接着到最大的盛况是100万人，再来就是最后超过150万人聚集在柏林。世界第一次看到，原来电子音乐不是只有在夜店，它可以在城市里，可以在街道上，甚至可以让不同国家的人一起跳舞。没有人在乎你是哪一国，做什么工作，说什么语言，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音乐。The Play 不只是游行，它改变了整个电子音乐的产业。后来越来越多的 DJ 开始站上 The Play， 像 Paul van Dyk、Westbam、Sam Van Va、Carl Cox、Rachel Hawtin， 很多后来改变电子音乐历史上的人都曾经站上这个舞台。如果你今天看 Tomorrowland、Ultra、ADE， 甚至很多大型的音乐节，你会发现很多的概念其实都可以看到当年 The Play 的影子。在 DJ Trunk 的大型花车、街头文化、电子音乐与城市的结合，都是他们留下来的影响。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世界级的 DJ 几乎都来自欧洲？这跟我之前做的那集，其实 The Play 也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当一个城市一年聚集100多万个电子音乐爱好者，媒体开始报道，唱片公司开始投资， DJ 有更多的演出机会，
更多新人愿意投入电子音乐，一个文化就这样形成。所以欧洲真正厉害的不是只有 DJ 很多，而是整个产业一起成长。但2010年 Le Play 来到德国的 Duisburg 却发生一场悲剧，因为人潮管制失败，大量的群众挤进唯一的出入口，最终造成踩踏事故，21人死亡，超过500人受伤。这个悲剧让 Le Play 在当时画下了句点，活动也从此停办。很多人以为 Le Play 结束了，但其实没有。它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活动，而是一整个文化。今天如果你走进 Tomorrowland、Ultra、ADE 甚至很多大型的音乐节，你都可以看到 Le Play 留下来的精神。我放 DJ 到现在已经20年，很多人看到了现在的电子音乐想到的是 Tomorrowland、Ultra 或是各种大型的音乐节，但其实如果没有 Le Play， 电子音乐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从地下文化走进全世界。所以它证明了一件事情，电子音乐不只是夜店里面的音乐，它也可以是一个城市、一个世代，甚至一种文化。2010年 Le Play 画下句点，但它的精神并没有消失。今天在柏林 Dr. Mark 发起的 Rave the Planet 也让很多人认为 Le Play 的精神仍然持续影响这个世界。我也想问问大家，如果有机会回到任何一个年代的电子音乐的现场，你最想要参加哪一场？或是如果你曾经参加过自己国家、自己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电子音乐活动，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也很想知道不同地方的电子音乐文化，还有大家最难忘的回忆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电子音乐历史文化，还有 DJ 背后的故事内容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。我是 Cookie， 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Love